嗨，我是老板。我们之前拍过女生很容易遇到的诱惑，很难拒绝的诱惑这一集，还有拍过职场上面可能会遇到的陷阱。啊，女生怎么这么难活啊？好辛苦哦，奇怪，好辛苦哦。因为这一次又要讲，如果我们今天真的遇到一个条件很好的男生，他要养你，要不要给他养啊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不好呢？对不对？这会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做来IG哦。好，这次我们要讲的是那种感情里面的，就真的要谈感情了啦，不是直接要给你钱的那种饭局妹啊，或者是男主管又要包养你的小三的什么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比较偏向是因为一段感情，然后结果要影响到你的人生选择的那一种。那我今天要讲3个案例，大家一起来选选看，如果是你会怎么选呢？案例1，有个粉丝说，男友创业了，希望我辞掉工作去帮他，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当创业夫妻，可以当小老板，之后成功赚到钱，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我要辞掉工作去帮他吗？他会给我股份吗？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。正常都嘛不会有，正常都是叫你去帮他。那没有，我不要。有股份的话就可以吗？对。多少股份？至少要一半吧，我去帮他，我还辞掉我自己的工作。他想的应该不是这种一半一半，因为那个叫一起创业，他是已经创业，然后请你来当他的其中一个员工这样子，而不是要我们一起创业，所以你不会有50-50的股份。那如果他薪水有给我比现在高，或是一样？要高，一样哦，因为是自己男朋友。自己男朋友怎么样？要打折吗？没有，不打折，不可以少，不可以，所以至少要一样。对，至少要一样。哦，所以一样的薪水，你考虑去男友创业那边？如果没有很辛苦，还要不能很辛苦，对，不要比现在辛苦。对，跟现在差不多薪水一样的话，你会愿意去男朋友的创业那边？可以去。好，旁边这个人想说，他想什么？怎么了？怎样？可不可以去？可以去，不可以去。他说不可以去，钱要赚自己的。可是他也是给你钱，他也有给我薪水，不是有可是你们一起工作就会很容易吵架，你们感情就会不好，就会分手。那你还要当他的员工，然后就是这个钱虽然是你的薪水，但毕竟还是他付的，他还是你男友，等于是我拿他的钱的概念吗？也不是，是这个薪水还是控制在他手上。哦，你们吵架的时候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就是吵架就给我薪水，会不会太坏了？而且我们身边有朋友，就是他要创业，然后他觉得他女朋友的工作能力很强，他就找他进去公司。结果后来男生整个就是完全就是停摆，放给你做，因为你工作能力好嘛。但是他只有拿员工的薪水，他也不是老板这样。然后男生闲下来的时间就去外面找其他的女生。这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？是啊，我这边工作让你出去找别的女生。对啊，我这边辛苦帮你创业，然后呢，爽到谁了？所以自己工作现在好好做就好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大家要先想一件事情：创业的成功率到底有多少？大家是不是都不知道？创业成功率是1%，1%，100个人只有1个成功而已。原来是1%。对，是1%。所以你不要觉得好像创业成功是很容易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当老板了。只有1%的机会成功而已，能不能撑3年2年都不知道。所以如果你辞掉你的工作去帮他了，然后他这个创业可能1年半后失败了，你还是要重新找工作，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这1年半在干嘛？浪费时间。虽然你薪水也没有变少啦，可是你在一个公司的努力，有可能你已经加薪了。你有可能已经得到一个新的职位了，你有一些累积嘛。可是这个是没有的，它就是倒闭。你就要从头开始。所以我会建议，第一个考虑创业成功的几率，第二个他有没有给你股份。因为如果你想的不是只是当员工，而是我真的来帮你一起，那可能是创始股东之类的，是不是会有一些技术股还是什么？你们要讨论一下。如果是以后你的所有工作是依附着他的创业的话，那你要规划自己的职涯的意思啊。你不能只觉得这是一份工作，你要想，那这个事业就绑定你的人生了。那还有就是一对夫妻或一对情侣，你们的收入是来自于同一份工作或公司的时候，一旦他倒闭，你们是2个人都没钱。可是平常我们在各自不同公司上班，再怎么样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支柱嘛。所以我比较建议女生如果被邀请去帮忙，用自己的角度先想一下，不要全部都是在想说，可是他是男友，我想帮他这种角度，要多想一下，你帮了他，最后是爽到谁呢？出去找女人。对，那个时候你会不会很对，可是如果你还是有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职业，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大不了就分手。你不要不会有那么多怨言，觉得可是我的时间心力都投入在你这家公司了，结果你还这样对我，然后你打拼出来的江山，你离开，那你的女生就当老板娘。你更气了，为他人做嫁衣，你还是以员工的身份离开，还没有资遣费。对呢，所以不要都只想着要帮男友啦，你要想想你自己有什么保障。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你去求职一样的一个新公司，不要觉得是男友开的公司，而是觉得如果今天是一个新的公司，他给我这样的条件做这些事跟这样的未来，我会不会去应征，我会不会去面试，先把男友这个东西拉掉，这样子会做比较理性的思考。案例2，刚刚是男友要创业而已嘛，现在是男友的爸爸早就创业成功了啦，男友是富二代，不用工作他就有钱花的那种，他可以常常出国玩。刚开始呢交了这个女朋友之后，女朋友就常常请假陪他去玩，
后来男生待国外的时间很长啊，他一出国我们去欧洲2个礼拜，哪个公司可以随便让你假2个礼拜？对，没有那么多假。可是他又不想错过这些旅程啊，反正都是男友付钱，所以他后来就辞掉工作跟男朋友一起。好，那这种案例呢，微软自己创业当老板20年咯，尤其是我们又是时尚产业，漂亮的同事很多，然后这个圈子的模特也很多，真的是看过太多像刚刚这样的状况。为了方便约会，为了可以带女友一起，经常就会叫你放弃你自己的事业，就会跟你说啊，你赚的就是小钱啊，因为跟富二代来说，你就算赚5万块，或者是你是收入10几万的小模特好了，在他看来都是小钱。你就是跟着我就好啦，干嘛还要自己去赚这些小钱？所以你自己也很容易觉得，对吼，我好像也才赚几万块，我们出国花的钱都超过我的月薪了，我干嘛还要这边赚钱？你就很容易也会配合他，然后跟他吃喝玩乐。有没有很羡慕这样的男友？你就陪我花钱。那如果陪他花钱，可是我辞职，我没有薪水。对，你辞职了，我没有薪水，那他会给我薪水吗？他不会给你薪水，可是你可以吃他的、喝他的、花他的啊。你没有开销，他全部他处理了。那如果分手不就什么都没了？你变聪明了。你刚刚要去帮男友创业，分手也是什么都没有。对，没想到。所以看似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通常一个公司或是一个朋友圈里面，只要有一个女生得到这样的待遇，她不用工作了，其他女生都会觉得好好哦，我们这边做得要死要活的，人家这样子有个有钱男友，哇，你要去欧洲玩了，买东西都不用钱，然后我们还要在这边上班，就会很羡慕这样的同事，或是朋友圈里面也会觉得哇，好爽，你现在都给男友养，对。但是想一下他的风险，你就不会那么羡慕。什么事都是有风险的，他承担着什么风险？会分手就没有了。对，然后他就没有在上班，他有可能会没有存款。你当初这样的花费跟这样的生活品质，当你适应了之后，你要再回来自己的收入的生活品质，你会很痛苦，因为由奢入俭难哦。另外一个女生朋友，她是在27岁的时候遇到一个富二代的男友。那也是一样，就是辞职，然后开始陪他同居，陪他出国。男朋友后来也承接家里面的事业，他就是变成也不用工作，就是陪他就好了。这个男生也真的是对他很好，是真的很疼爱他的那种，也不是那种玩玩而已。他们真的交往15年，然后他们没有结婚，然后也没有生小孩，就觉得说可以这样一直幸福下去。好，就突然有一天，男的竟然有家族的遗传疾病，就走了。好突然，很突然就走了。根本完全措手不及，男生的家里面是不是事业又回到爸妈的手上？所有的财产也都要收回去嘛。所以本来他们2个住的他们家的家产的房子就被那个男生的爸爸妈妈收走了。那因为你又没结婚，你又不是我媳妇，他就赶你出去啊！直接赶走，就没有房子住了。对，他们没有结婚，也没有生小孩，这是重点。所以你不是他的媳妇，你们也没有任何的孙子孙女的牵扯，是没有的。所以他只能带走他自己的行李。对，他只能带走他自己的行李，可能一些名牌包什么的。他一下子就从天堂掉到地狱。他要卖名牌包才能去租房子，天哪，很惨。这是对，然后他并没有什么存款，因为他10几年没有上班了，没有自己的收入，然后都是花这个男朋友的。他平常用不到钱啊，他就是跟着他。他42岁的情况下离开那个房子，卖名牌包度日，没有办法回到职场，因为他已经不适应现在到底职场要做什么了。他已经过了15年的贵妇人生。你现在叫他40几岁去找工作，他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干嘛。可是他没有存款，他就是有1箱的名牌包，那会卖完的一天呢？你就算一咖卖好几万，几10万也不能撑多久啊？请问小编之后看到这样的案例，还会觉得羡慕吗？遇到这样的男朋友的时候，你还会一下子就只有羡慕的心情吗？羡慕心情还是会有，但会去想一下。可是那可以就是在他快要过世的时候，请他就是突然的啊，这就是你无法准备的啊。我要先结婚，你还想要怎样？先结婚可以分财产吗？还是一起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因为是突然的。就突然心肌梗塞还什么就走了，你根本就是来不及。不然的话，也许这个男生如果有立遗嘱，或者是当初有想说要保障这个女生，要过户一些财产或存款到他名下，可能他就不会落得这番地步。可是男生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就走啊，所以人生是有很多意外跟风险的。所以大家只要你过得很幸福很快乐的时候，请你还是都要想到这个幸福跟快乐会不会不见了，会不会一下就不见？它是不是像一个泡沫一样，嘣就不见了？所以他就应该要第一个，就像你讲的，他那时候应该要争取要结婚。对啊，如果我为了你辞掉我的工作，我都没有要上班，我都陪着你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有婚姻的保障？对，而且这样至少我还能分财产嘛。或者是你是不是要保一个什么保险受益人要写我们？对对不对？或者是你应该要先过一些存款到我的名下，因为不然你怎么样，我是真的是完蛋欸。而且男生应该知道自己有家族遗传的疾病，他知道，但是他不知道会突然挂掉。他不觉得有这么严重，这就是意外，这就是风险。对，或者是自己可能在公司也有一个职位一起打拼。你说当初如果有在公司一起工作，有挂一个薪水给他，比方啊，我如果他是董事长，可是他可能是一个副总，或者是挂一个特助还是什么，至少他有公司的收入，那他就是至少有一些存款。对，他都没有规划这个女生的保障，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会这样。我们还这么年轻，每年都这样子出国旅行，谁会想到会突然？
他也不是故意的，可是他就是没有规划风险。这个女生自己也没有在保护自己，对吧？对啊，对，那再相爱也没有用。对，你遇到一个梦幻的男人这么爱你，你们也过得这么好的日子，结果你什么都没有，最后就变成哇，他还是得在40几岁的时候想办法怎么样回到职场上，不然怎么办呢？可是他过的生活水平，你觉得容易下来吗？对，这真的是很恐怖的。所以这个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有风险的概念，不要觉得幸福是可以永远的哦。如果是我自己呢，我可能不会轻易爱上这样的男生。如果一个男生叫我把我的工作辞掉，只要陪他就好了，我第一个想法会是，所以我的工作不重要吗？我的人生不重要，你的人生才重要，而你只需要一个伴游女啦，附属品。对，我只要陪你就好了，我陪你，你的人生圆满了。那我呢？我有没有我想追求人生的成就感，追求我在社会上的价值？我会不会想成就我自己的事业，跟拥有我自己的存款跟财产，而不是只是陪着你，花你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会有我的梦想？如果你是很轻易的跟我说，你就工作辞掉啊，你那样赚又没多少，你陪我就好了，我会不是很舒服啦。我觉得他这样不是真的爱你，我会觉得你好像没有觉得我的人生就算我的薪水不多，你有没有注重我也是需要有自己价值的一个生物？就只是那个花瓶而已。对，你如果真的爱我，你应该会在意我有自己想追求的东西，而不是有钱花能活着就好了，花你的钱就好了。我未必这样就会快乐啊。我可能会跟他沟通一下说，可是我有我想追求的东西。那就算你觉得我没有，我可以花他的钱就好，那你还是要想到，那你有什么保障？你要跟他谈这件事情的。我可以陪你，我也很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我可以辞掉我的工作，可是辞掉我的工作，我将没有任何的保障跟存款，然后我就是一直陪着你吃喝玩乐。那有一天我们分手或者怎么样，你现在要我做这个选择，那我有什么？这个风险是我在扛，这个就是你们要去谈的，对，不然他就轻易的叫你放弃你的事业，他也可以随时跟你分手，他不一定是挂掉，他有可能是变心啦，突然间我就要跟你分手了。对啊，3年后分手了怎么办？15年看腻了。所以我会建议，其实真正为你好、有为你着想的男生，其实他应该是不会轻易的叫你放弃你的人生的保障或事业，他应该是要跟你商量的，而不会轻易的跟你说，你又赚没多少，你就辞掉啊，你跟着我就好了啊。这样的男生没有尊重你哦，而且他也都没有帮你想你的风险跟你的保障哦。他只在想他自己想要有个女友陪哦。你不能只有眼前的，就是我现在有吃有玩就好了。你的年华会老去，他也有可能会变心，以后怎么办？对，有可能短命，怎么办呢？女生很容易遇到的梦幻恋情后面包藏的风险，自己要想一下啦。如果想要影片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也可以追我的IG哦。